欢迎收听手做着做着就创业了，我是贝贝。在城市里，我们习惯快节奏、高效率，连呼吸都像在赶时间。但有些人选择放慢脚步，回到山里，让生活重新长出根。今天的来宾是新晋农园10月香草的主理人小艾。他从城市里设计工作的忙碌日常，搬到山上养鸡、种草、拉胚、做陶，过着一种我们以为只能在书里读到的生活。他说他是一个农妇陶人，半农半陶，也说他做的不只是商品，而是一种能量的转化。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从他的香草田、陶土桌，还有鸡鸭一起醒来的清晨，走进他如何一点一滴用生活做出一个品牌的风景。那我们欢迎小艾。大家好，我是新晋农园10月香草的小艾。谢谢贝贝今天邀请我来聊我的品牌历程。其实我收到邀约的时候还真的非常受宠若惊，因为我觉得我的品牌发展就是相较于大多数比较成功的品牌而言，可能是不太能够复制的经验。但是我想一想，创立品牌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要走市场路线，或是说都是会赚钱的商业模式，搞不好像我这种很佛系的调性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参考。没错，那时候我邀请小艾，就像他刚刚说的，他真的是觉得有点惊吓的感觉。我还想说对，不要这么紧张，就是来聊聊天。那刚刚他也提到啊，其实我会想要邀请他，就是在访问了这么多创作者之后，我慢慢觉得其实手作创业不是只有一种面向，不是像我本人就是每天都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感觉都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满。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创业的光谱上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小艾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他的生活真的蛮特别的，跟一般我们想象的手作创业不太一样。那刚刚有提到嘛，你原本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城市人。那你为什么会从城市到山里？就有发生怎样转弯的事件吗？为什么会想要转换职场呢？其实我觉得职场的转弯多少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历程中的自我探索。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还不太认识我自己，所以透过各种转弯来尝试拼凑出比较接近真实的自己。大学毕业后，因为想要到世界各地旅行，第一个工作就是跑去当空服员。当时有去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环境氛围，到现在还是会让我在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关于如何去过梦想生活的想象。然后我飞了几年之后，我又开始想要过比较规律的作息，我就把航空公司辞掉，在台北的外商公司当老板的秘书。那时候想说啊，我想要搬回桃园，不想一直在台北租房子啊，然后回桃园成家，然后刚好有学士后师资班的这种考试，那我想说，那当小学老师应该是可以符合我这样的愿景。考上老师之后啊，当然就每天开始去家里旁边的学校啊，就去班级经营啊，然后控制秩序，完全不一样，跟空姐跟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范畴。贝贝也当过老师嘛，因为虽然小朋友会带来很多的乐趣，可是我真的是觉得很怕吵，更多的愤怒。反正就是那时候真的是被吵到有点神经衰弱，然后我就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借调去教育局上班，变成说每天在那边处理公文，就变成写公文写到怀疑人生。所以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就决定说，那还是去继续进修好了。我就跑去英国念了一个硕士回来，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就是那时候念的是博物馆教育，就去一间博物馆里面去担任策展的研究员。那因为博物馆本来就是我向往的一个职场，所以那时候我一度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想过的生活了吧。没想到在我日子过得正舒服的时候，就是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来主动找我。那个工作环境呢，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像在做梦的环境，所以我就很快的接受了那个 offer。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说，那个公司其实是跟台北市文化局配合，就有点像文化局的幕僚的一个单位。我以为是要去天堂上班，结果我每天都进地狱打卡。因为真的吗？为什么？就是我的做事风格跟步调啊，虽然我的条件是很符合他们的需求，是因为我的就是整个个性步调都很难契合比较官僚体系的这种要求，所以这个职场经历让我去觉悟到说，即便这个工作条件再怎么优渥，假如说是跟自身的天性相违背，那崩溃
对，还是真的是很痛苦迟早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就辞掉这个让我真的发现完全是不属于我的工作。那时候其实已经42岁了，我在这个年纪离开职场，就开始从画画去探索我内心真正想要走的路。哇，这听来从空姐，然后到老师，然后到算博物馆员，对，然后到松岩的公主，真的是超级大转弯。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你终于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适合职场之后，然后停下脚步，开始去想说，哎，我下一步到底想做什么？刚一开始有介绍嘛，你现在其实是算是在山里做农的。那为什么你会从最后会选择陶艺或是香草？为什么会选择上山回家呢？是回家吗？还是买了一块地呢？是回家，算是在心灵上面回家的路。陶艺跟香草这可能分2个部分哦。那陶艺的部分，因为我本来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是从画画开始去探索我内心的道路，就应该说画画本来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就是从各种媒材啊到插画，然后到电绘，我都有长时间在经营在这种创作的尝试里面。所以你之前在职场那一段时间，你就一直都有在画画吗？还是说是你停下来之后？有，那时候就是假日的时候就会有去画室啊，然后就是素描啊、油画啊什么那些。所以是真爱，就是真的喜欢。对，真的很喜欢。后来就是专心开始画画了之后呢，当然就是非常的沉浸在那种就是享受里面。直到有一天我在想说，哎，那我能靠画画赚钱吗？想到这个我就想说，那怎么弄呢？结果我好像就是一想到说要怎么样赚钱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没有办法画出我心里面想的，而且当时也发现到说，就是像艺术授权那些啊，都必须要有商业策略还是谈判技巧，还有要参加一些绘画比赛，就是绘本的那种比赛之类的，才能够打开这条路。那这些事情其实又让我觉得非常撞墙，因为我的个性其实就是我真的是生活简单就会很满足的人，那我会觉得哎呀何必呢？就是这样子。那段画画的瓶颈里面啊，然后我刚好看到陶艺教室他的创作风格我很喜欢，那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子干脆先去玩土好了，因为陶艺算是雕塑类的嘛，那这些东西好像比较能够触及到一般人的生活，因为它东西可以做很实用的嘛，所以我就参加了几期的捏陶课，然后也去了一些不同的教室。去学拉胚，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想要确定说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做陶，然后也去探索我可能的一个创作方向。然后后来呢，越玩越喜欢，我就买了那个电窑跟拉胚机，所以你是认真要做陶，真的在家里。然后后来去山上了之后，又在山上弄了一个陶小屋，就是比较弹性的时间里面去做各种实验，所以做陶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等于你现在在山上是有专门有一个可以让你专心做陶，然后到烧制成成品的地方，对，就是完整的生产链这样子。对，然后因为那个氛围又比较就是接近自然，所以我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比较接近我想要的感觉。那刚刚有提到你在山上的小屋嘛？那为什么会到山上去呢？就是原本可能你说在辞职之后，那时候应该还是在城市里嘛，对，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会到山上去过你的生活？提到就是我在离开职场之后，决定开始内在的追寻。那几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家庭变故。后来当我逐渐走出了那个灵魂暗夜之后，我家爸爸就决定要在山上找一块地，然后从2018年我们就开始在大自然中建立家园。一边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农园之后啊，当然就是除了种菜啊，会吃自己种的菜之外，那时候我们只要看到喜欢的植物，然后能够买到苗的，我们就很兴奋的跑去买来种下去，然后就是看这些植物慢慢长大。其中香草就是我很多年来都特别钟爱的一种芳香植物。那你以前就会种菜这件事情吗？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有一阵子有接触到种菜这件事，我就发现我是城市长大的土孩子，对，我对于自然其实非常的不了解。我认识那些菜，可是你真的要我去把它从土里种出来，我觉得做农活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情。所以你那时候等于也是从头开始学习。对，因为可能一方面是我的心已经是完全被大自然吸引
的。然后所以在大自然当中，虽然做这些事情是弄土啊什么，还有很热啊什么这些，是会有点那种辛苦的，可是就还是会蛮有心想要去学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有先去淡水的一个自然农法的老师那边先学了一段时间的种菜，然后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山上来开始种。回到香草的部分嘛，虽然说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都是透过精油来认识香草，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精油啊。可是因为我真的更喜欢的就是在大自然中直接接触植物，就是香草。贝贝应该也有我大概也种了1-2年。对，我觉得有接触过的人都会容易，就是他们光是你靠近一闻，就会觉得好像全身心都放松下来，非常那种气味是非常迷人。因为我自己也是确实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低潮，然后来山上享受大自然，香草就是一个特别能够带给我们治愈感的美好存在。所以我自己亲身体验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可以为这些香草发展品牌，来分享给更多人。所以对香草也是真爱，然后想要把这份爱分享给大家。真的。那其实我觉得种香草跟种菜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就像你刚刚说，其实我发现香草种在盆里跟种在土里真的差很多。因为我之前也有真的地种过，然后我就丢进去，其实也不用太管它，哇，这很快长大，长跟树一样。然后在我们城市里，它可能在小小的3寸盆里就一直很哀伤的长不大。对啊，香草啊，其实从种植到采收嘛，然后你想要分享香草的美好给大家，所以你是把它做成怎样的商品呢？就是自己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开始就是把它剪下来，然后泡茶。对，新鲜的泡茶。对，新鲜的泡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但是新鲜的真的就是有点难说把它分享给别人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把它阴干是晒干试看看，那是不是一样的效果？那发现说做成那个香草茶也是真的是非常好喝。后来也就是再去上课啊，就是学那种专业的蒸馏啊什么的，然后就也把它做成纯露。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香草其实干燥了那么多之后，做茶好像也不用到那么多真的。所以我就在累积了一些之后，再把它磨粉，然后再去做成香草香。因为我发现香就是线香这种东西，好像一般人觉得是很传统的那些，对，就弹拜拜的味道。对。然后香草的把它做成香，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吸收这样子。所以我也做成香草香这样听起来其实发展了蛮多产品的。那你现在种几种香草啊？你算得出来吗？种类应该加起来有10来种。哇！通常大家就是你用最大宗的是什么？薰衣草吗？还是其他？比较多用就是甜薰衣草、迷迭香，然后马玉兰、百里香，然后柠檬马鞭草。听了都饿了。真的因为我光想到或讲到他们的名字，我都可以就是觉得好像感觉到那个味道跟那个香气。你真的是真爱，超爱。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可能从新鲜把它下来做成香草茶，然后到我比较好奇是，比如说你刚刚说你想要把它制成香，做成线香之类的，所以它的做法就是晒干之后磨粉就直接揉制了嘛？我自己是有这样子去试过，但是因为自己手工做的东西，一方面是做得很慢，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没办法说就是很能够真的那么商品化，所以我是有去找了那个让我信任的那个制香的老板，然后帮我把它做成线香跟盘香这样的一个形式，一般人也比较能够接受。对，因为手做跟专业的人做，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自己玩跟工厂或者做出来，其实我觉得那个扎实度之类就已经还是不太一样啦。那刚刚讲嘛，就是香草做陶，然后你还有养鸡啊，还有种菜。那我很好奇，你一整天的生活就是在山里的生活，很早起吗？也还好因为我其实就是应该都是睡到饱才起来。羡慕。我不太就是因为以前职场的工作啊，一切都要按照计划走，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是来到山林生活了，我就是跟着大自然的步调，就是很少在安排生活，就是当下是什么感觉，或者是说现在眼前出现什么事我就去做，很少特别计划。但是通常这样子我就已经忙不完了，因为其实在自然界里面啊，都是老天爷说了算，所以我就算要计划也是没有用。所以每天其实 routine 的事情就已经很多了。对，
就是比如照顾香草，来到我眼前的事情就做不完了，所以我也不用再特别去计划了。但至少可以睡个饱，其实蛮令人羡慕的生活。那我们再回到陶器上啊，就你的陶器里面其实有做杯子啊、茶具啊、香器。那你现在的陶艺的制品、陶艺的作品，有没有是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的呢？我主要就是把它做成可以跟我的线香、盘香来去做结合，所以说是有做香插啊，跟那个香钵之类的这样子去搭配，然后也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形态，就是雕塑的形态里面去呈现出我比较属于我自己的那种氛围。所以主要还是希望可以让陶器搭配你的香草，就两个你的爱，对可以让它相辅相成这样。因为我觉得说，既然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品牌的话，那其实在这样子整合起来，也不会觉得说，香草跟陶艺为什么放在一起？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小很谦虚，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品牌方面好像也没有真的做得很像其他人一样。但其实刚刚我有分享嘛，我觉得大家在品牌发展这条路上都是很不同的。我们之所以叫个人品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品牌里面，这个品牌是活着。那你这样子经营品牌这些年来，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很崩溃，或是不用崩溃迷惘的时候？崩溃其实是应该还不至于啦。假如说有到崩溃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会直接说再见。毕竟你之前再见那么多次，因为我觉得一件事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下一件事要等着我们去开展，所以我如果说真的走到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任何觉得需要留恋或是抗拒的。但是假如说犹豫，我是真的还偶尔会碰到一次，因为大部分都是在我准备出货的时候，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真的从种植、采收这些本来就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那采收下来要喝茶还是要蒸馏，其实也是很单纯，从田里到餐桌的事情。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光是要把它们包装起来，变成像样的商品寄出去，然后希望客人收到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为他们用心保留的能量。出货这件事情就会让这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很拐弯抹角。原本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让它商品化之后，就多了很多事情要做。对，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是拿来就是食物嘛，对，用的东西，然后所以会更加需要有一些细节要考量。所以每次出货的时候，我都会自我怀疑说，这些东西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跟心血才把它们生产出来，那我也很高兴可以被有缘人共振到。但是为什么每次光是出货就要耗费很夸张的琐碎时间？然后我从我山上的家到我最近的超商要开车20几分钟，有时候一张几百块的订单我也要来回快1小时。反正总之我觉得订单这件事情有很多隐形的付出，很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出货的过程上面，那种能量上面的消耗是很有感的。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出货这件事情反而去让我调整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会觉得说，那既然就是这些辛苦啊，或者没赚钱啊，那我觉得其实就反而把它调整成说，我很开心能够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分享到更多人的生活中来，让他们得到疗愈。因为这样子想就会让我觉得心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平衡，不然的话还真的会觉得我是廉价劳工嘛，就是有一种低价值感的心情出现。我相信有在贩售作品的朋友听到，一定觉得哇，心有戚戚焉。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以香草来说好，它就是真的是从田里面拔起来，然后你再把它生产成商品。其实刚刚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心理的挣扎。那我们自己在做作品也是，我的东西不像香草这么有灵性啦。对，我真的就是为了贩售而做出这些商品。可是的确像你说的，我们在把商品在寄出去啊贩售当中，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是把自己的作品心血转化成商品，中间的那个 gap， 其实有的时候是反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跨越的。对，就像你刚刚说廉价劳工，对，因为如果我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作品，我们就可能需要把它贩售更高的价钱，因为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做。可是当有的时候它在市场上大家都说，你这个为什么卖这样的钱的时候，对，我觉得
没错，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像我的是喝的东西或者是闻的东西，那像贝贝做的就是算是比较精致的创意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把自己的心就是能量放进去。那如果说会自己让觉得说，好像廉价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也会有点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产品。没错，刚刚有提到，其实就是一路以来有在贩售商品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比如说不管是面对面的市集啊，或是客人，或是你寄出去的商品，有没有哪一次的客人的回馈让你觉得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这条路没有走错？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特别想得出来哪一次特别，但是其实还蛮多客人回馈，会让我觉得说替他们很开心，然后也会觉得说自己的用心付出总算是很值得啦。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管有没有获得客人肯定，其实自己肯定自己，应该要相信这一定不会是一条就是走错的路嘛。因为毕竟我不是为了创立品牌才去产出这些商品，而是我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些香草啊跟桃，然后品牌就是从我的这个山上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被赋予出来的，那一切都不是刻意发生的，我只是顺着这条路在走，我自己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反正一步一步走下去，只会有对的路，不会有错的路。没错，就是分享给大家。对，就是真的，我觉得你的品牌目前真的就是分享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大家，就没有真的走向那么的商业化。虽然要商业化也不一定是必然的路，真的有很多个面向可以去尝试。那刚刚小爱其实也分享了，我觉得心里面很真实的层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创作作品，然后把它变成商品的时候，我觉得有些那个感觉是很难以言喻的，心里的感觉很复杂。你应该有去过像实体市集啊，然后Pinko，再来可能到我们现在线上的社群经营，你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品牌可以慢慢的被看见呢？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完全没有在努力让自己被看见，因为我就真的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那我也相信有缘的人自然就会透过频率的共振让彼此相遇。话说回来，我是完全认同做品牌本来就应该要被更多人看见，才能够让就是我们用心制作的产品更多的传递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大家可以透过消费来支持创作，然后品牌才有能量来产出更多好的作品嘛。但是自己也蛮常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透过品牌来反过来看见自己，也就是把品牌当作一面镜子，或是自己对外的一个延伸。因为品牌往往都会忠实的反映我们的内在状态，呈现出我们自己的气质跟调性，所以我就算多努力也没办法把我的品牌活成别人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会比向外寻求肯定还要更加的踏实。小爱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对于品牌的思考，就像一开始说，你自己也说，就是算比较佛系经营。大家对于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品牌做成别人的品牌。对，也没有必要去做那种刻意的人设，想要让自己的品牌变成怎样怎样。我觉得忠于自己，然后活出自己原本的个性，才是现在在做个人品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刚刚其实一路讲来就是讲到你在山里的生活，就是以我这种城市人，我就会觉得回归山里，对，我只想住在山里面，可能大饭店，对，对我这种城市人，对，但我还蛮好奇，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在山里面的生活是你觉得非常的美妙，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山里生活最美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种很深的宁静，这种宁静好像能够让我们从世俗生活的烦扰中抽离开来，从原本的焦虑啊、沉重啊，变成一种沉淀下来的安静。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山里的黑夜，虽然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黑暗里面有一种通透的寂静，好像可以吞掉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难题，让我每天晚上都可以让一切归零。当然回到山林里面看是浪漫，但其实实际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辛苦会不会多过于美好。那如果有其他人也想过你这样子的生活，你会怎样提醒或是鼓励他们呢？今年是我上山林生活的第8年吧，从一开始就是山上除了杂草什么都没有，到后来我们逐渐打造出一个很美丽的农园。
但是呢，当大自然变成你家，你要做的家事绝对就不会只有在房子里面扫地、拖地、洗衣服，你永远有做不完的环境整理跟维护的工作。尤其是当太阳很大，然后热得要死，然后蚊子又很多，然后杂草又清不完，如果不是真心喜爱自然，应该很少人会觉得归隐山林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山林还是在城市，其实更重要的是确认你在做的是不是内心真正喜欢，而且你想去体验去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能不能透过你想做的事情来活出真实的自己，这应该是会比能不能赚钱还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很谢谢小艾带我们走进山里，让我们看见一种不用冲刺，而是靠生活慢慢累积的创业方式。在山里面养鸡、种草、拉胚、烧陶，每一步都不快，但是却很真实。如果你也曾经想过转弯，像小艾转了很多个弯，对，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方式呢？也希望今天这一集呢，对你有启发或触动。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手做着做着就创业了，我是贝贝，我们下集见。